赵东，你不是5年前心脏病发死了吗？白痴！5年前我是假死脱身，不然我怎么把2000万的债务转移给你，让我无债一身轻啊？有个秘密没有告诉你，我中了1个亿彩票，就藏在电视机后面。我不假死，难道跟你瓜分1个亿吗？我才是赵家的女主人，我才是东哥最爱的女人，你不过是背锅的黄脸婆罢了。当初要不是你阻止我去缅北创业，我早就发财了，我早就发财了。你爹妈的房子和拆迁款都是我们的啦，我们的啦！你今天死了，我们就能拿你赚到3000万的保险金。姚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可是我的亲生儿子。我不是你的儿子，你的孩子出生就死了。我是高进妈妈的儿子，我是高进妈妈的儿子。原来你们一开始就联合起来骗我。那是你自己蠢。时间到了，该送你上路了。赵东，你个畜生，这样害我！如果你重来一世，要你我100倍、1000倍的偿还。妈，你怎么就走啊？妈，你留我和妈妈该怎么办呀，妈？我居然重生在了赵东这个渣男假死赌债的这一天。韩小姐，韩小姐啊，赵先生在机场抢机票的时候，心脏病突发，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还请您节哀。您去前台办理一下手续，我和孩子把赵先生送到太平间去。孩子，走。慢着！慢着！你赵东既然那么喜欢装死，今天我就成全，让你死得彻彻底底。你干嘛？天气这么热，得赶快把爸爸送去太平间，要不然就……我都没有见他最后一眼，是谁让你要把他现在推进去？爸已经都死了，你就让他安静的去吧。滚开！韩小姐，人死为大。赵东是我老公，他现在死了，难道我看最后一眼都不行吗？是你护理不当，害死了我老公！韩小姐，您这误会了。骗子！骗子！骗子！你就是个骗子！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？你就这么走了？以后我和孩子该怎么办？妈，你别打了，再这样打下去，爸他会疼的呀，妈。疼？能疼就没有死，只要多打几下，他就能疼醒过来。儿子，快来打你爸几下，快啊！你不打，我打。老公，你醒醒，醒来，醒来！韩小姐，赵先生生前是好人，他现在死了，你就别怨恨他了，还是赶紧把他推到太平间去吧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老公生前是一个好人，不仅心地善良，还乐善好施。他现在就这么死了，不能就这么毫无作为的走了。我要帮他捐献器官，我这就给捐献中心打电话。打电话，住手！
住手！东哥生前好歹也是个体面人，他才刚走，你就要捐他器官，你对得起他吗？而且东哥生前也跟我说过，如果有一天他死了，他也希望自己可以完完整整的走。赵东曾经也跟我说过，如果他死了，就把他的器官捐给有需要的人，这样他才能帮助更多的人，拯救更多的家庭，也能让他死的更有价值。你胡说八道，东哥根本就没有说过。前天晚上在床上他跟我说的。怎么？难道我这个当老婆的还没你一个当秘书说的话可信？再或者，你跟赵东有一腿？你怎么能含血喷人呢？我就是个秘书。知道自己是秘书还不快滚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来插手我家的事？贱人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早就和赵东有一腿了。这一世，你们谁都别想好过。喂，捐献中心。疯了，韩月已经疯了。赵祖，你妈肯定是因为你爸死了，伤心过度。快，赶紧先送你妈回家休息。你这么听高进的话，难道高进才是你的亲妈吗？要走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尽快把你妈妈带走就可以了。我们是捐献中心的，同郎是韩女士。是我打电话给捐献中心的，我要捐献我老公的全部器官。我老公生前就是一个好人，乐善好施，心地善良。我希望他的生命能够得到延续，救助更多的人。我代表那些患者和家庭向您致谢，您真是大爷。不行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捐献东哥器官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才是赵东的老婆，你不同意有个屁用！让开！我是我爸的亲生儿子，我也有权决定我爸是否捐献器官，我不同意。明天你才满法定年龄18岁，就算差1天，我也是你的监护人。今天在这里还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医生，我老公才刚死，我听说捐献眼角膜得趁热，你赶快动手吧。捐完眼角膜之后，其余的器官我也不知道哪里还可以用，你急着解剖看看，能捐的都捐。好。住手！住手！我都滚开！我不同意捐献我哥的器官。你是怎么照顾我大哥的？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，现在还要捐献他的器官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让你不尊长辈，我让你不分是非，我让你污蔑好人，你凭什么打我？我老公都是为了帮你抢飞缅北的机票，才会在机场突发心脏病身亡，你还好意思来怪我？你才是害死我老公的罪魁祸首！你还我老公命来，还给我！赵东的器官我捐定了，你这个害死我老公的罪魁祸首，还没有资格来决定他的器官捐不捐！你敢！我的老公我做主！滚！医生，医生，快！怎么了？他受伤了！快去包扎！医生，快动手吧！他们这些外人也无权干涉，而且我也是为了给我老公积德。人死了，器官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继续使用，我想他也会欣慰的。韩小姐大意，来人，动手，实现赵先生和韩小姐的心愿。5年前我儿假死偷生，有个秘密没有告诉你，我中了1个亿彩票，就藏在冰箱后面。我不假死，难道跟你瓜分1个亿吗？你不是喜欢装死吗？今天我就如你所愿，让你这个渣男死得彻彻底底。你的1亿彩票也让我来享受。去找彩票。舅舅，我不准你解剖我爹！
不许你们动我儿子！出来！你有什么权利取儿子器官啊？听见吗？出去！出去！我们是赵东的父母，你们取他的器官，经过我们的同意了没有？经过我们同意没有？啊，经过我们同意没有？老东西，前世就是你们联手欺我害我，这一世我要你们都死。今天赵东我动定了。爸妈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赵东生前乐善好施，死后捐献器官，这也不是造福社会的好事吗？你们为什么就不同意呢？再说了，这也是赵东和我一起做的决定，你们能不能不这么自私狭隘啊？多好的一对夫妻啊！结果却遇到这么心胸狭隘的父母。当父母的又怎么样？现在儿子已经死了，难道连自己儿子最后的遗愿都不能满足吗？对呀，虽然你们是死者父母，但赵东也是韩小姐的老公啊。韩小姐都如此的深明大义，你们做父母的不要太自私了。拍！别！不管是谁的意愿，也不管是谁的决定，总之不许你们动我儿子的尸体。要想取他的器官，除非从我和我老公的尸体上插过去。对，谁敢让我儿子死无全尸，我就跟他拼命！试试！你们试一试。既然不捐献器官，那就立即火化。我们医院的附属炉有火化炉，请问韩女士，是你老公要进行火化吗？是，立即火化。等下！不要火化呀！我们要带儿子回老家，入土为安啊！没错，我儿子必须入祖坟，不能少啊，不然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。爸妈，现在有明确规定，不能土葬，这是浪费土地资源，只能火化。再说了，你们把赵东带回去埋了，最后还是会被挖出来烧掉，你们不能办活动让赵东死不瞑目啊！我这右眼睛怎么老跳啊？哎，你也在跳啊？左眼跳财，右眼跳财呀！我不管，我必须把我儿子带回老家土葬。我们家有的是钱，大不了买块地就是了，关你屁事！就是我儿子中了1个亿，有的是钱。你谁都不能把我推走，谁也不能把我推走！叔叔阿姨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现在心情已经非常难受了，你就让他们带回去土葬吧。韩小姐，节哀顺变啊！不行，今天谁都不能把我老公带走，谁都不能！妈，你冷静一点吧！要是你妈，你竟敢掐我！你竟然还敢打我！不够！怎么回事？谁报的警？是我报的警。我老公死了，按照规定应该火化，可是我公公婆婆他们非要把他带回去土葬。我老公能不能安息无所谓，我主要是担心浪费土地资源，还担心他们带回去大办葬礼，带毁当地的风气啊！这个贱人，你居然敢报警，我不弄死你！简直是胡闹！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还想着土葬？要是每个人都像你们一样，我们的土地资源哪里够用？这种大办特办的社会风气还怎么遏制？我们能不能像韩小姐这样深明大义？没错，现在只能火葬。如果你们非得土葬的话，我们只能把你们带走了。那我们把我儿子的尸体先放在太平间再说。放着干什么？难道你们想趁着警卫同志走了之后，偷偷把赵东带回去土葬吗？岂有此理！不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没有这个意思就好，立即火化，这样也不用你们赌人伤心，累垮了身体。看看人家韩小姐多深明大义。是啊，韩小姐这么善良，结果却遇到一群胡搅蛮缠的婆家人。哼，这婆家人真是过分呀！行，马上火化就马上火化。耀总，我们送你爸去火葬场。韩月，你到医院前台去办理一下手续。韩小姐，我是这家医院的护工，这地方我说。走吧，我带大家去办理手续。来，咱们一块儿。这就晓得金蝉脱壳，想得美！
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哎呦，赵东的大侄子过年的时候还好好的，这怎么说走就走了？三姑、六婆、八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二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老公死了是大事，我就把家里的亲戚全都叫过来帮忙了。妹子，白发人送黑发人都通我懂，听我的，你们作为爸妈就不要插手赵东的婚事了。对，火化的事情就交给韩月吧，免得您伤心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会好好送赵东上路的。走，带我去火化室，我要亲自送我老公最后一程。老不死，别急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韩女士，火化程序已经准备好了，按下按钮就可以火化。请问现在开始。赵东，我让你终死，这一次我亲自送你去死。还是我来按下按钮吧，我想亲自送我老公最后一程。火化程序开始。老公，你一路走好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爸妈和孩子的。你放心，上一世我受的苦受的罪，这一世我会百倍千倍的偿还给你。快把火灭了！快把火灭了！我儿子还在里面，我儿子还在里面啊！快把东哥放出来啊！两位家属，节哀顺变，这是智能化焚烧炉，一旦运行无法终止。请给我停下来！停下来！妈，快走吧！妈，你冷静一点，你要冲过去打开，你也会被烧着的。你冷静一点啊！贱人，都是你！焚烧结束，请家属3分钟后领取骨灰。儿子根本就没有死，是你害死的，是你害死他的，你必须赔偿！妈，你在说什么？难道我老公没有死？高永和药所说他已经死透了，而且刚才是你和高进按下了焚烧按钮。如果我老公没有死，那你们都是凶手！火化完成，稍后领取骨灰，大家节哀。阿姨，您节哀。妈，你刚才说的赵东没有死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东哥已经死了，你看到了，他快都火化了。我母这么说，只是因为思念过度，情感失控而已。那就好。要是赵东没有死，被你们这么一伤，那他该承受多大的痛苦啊！贱人，我们赵家怎么能娶你这样坏人呢？晦气！喂，伯母，咱们赶快先把东哥的骨灰带回去，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。妹妹，不好了，高云跑到焚烧间把赵东带走了。妹妹，要不然我们起诉吧？我是律师，有信心让渣男付出代价。不用，赵东的父母和儿子还在，他跑不了。而且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赵东留下的公司不仅是个空壳，还欠了孙虎2000万的高利贷，这摆明是要害死你，太歹毒了。彩票呢？还好你提前给我发信息，让我去你家电视机下面把彩票拿过来了。来的路上我已经查过了，赵东的确中了1个亿的彩票。上一世，赵东就是假死脱身，让我背债2000万，自己则拿着1亿彩票，带着高进在国外逍遥快活。这一世，彩票在我手里，我看你赵东如何蹦跶。姐，你去把这张彩票兑换了，记住一定要保密。彩票兑完后，你再去天成中心买个大平层。咱们姐妹俩苦了几10年，是时候享受享受了。
只要你能远离那个渣男一家，姐姐就已经很欣慰了。韩玉，你死到哪里去了？你快点给我滚回来！家里出大事了！老不死的，老子告诉你们，今天要是再不还钱，老子拆了你们老骨头！钱呢？啊，你们儿子刚见到老子2000万就死了，妈的，这钱骗到老子头上来了是吧？丧事没死过，想死是不是？虎哥，不，虎爷，别打了，我们真的没有钱，真的没钱。自己全那么水乎，你放心，我儿媳妇要钱，等到她来了，别我那2000万还上。对，还有钱。人呢？就他，对，虎爷。她是我儿子的老婆，也是我儿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我儿子现在死了，欠的就应该由他来还，让他还。你就是韩月是吧？你老公欠我们2000万，今儿你要是把钱还不上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。虎爷，对，你们要钱都找我吗？有啥要搞都说他。儿媳妇儿，你快把钱拿出来。我这一把老骨头扛不住揍。是啊，上一世的时候，你们也是这副可憎的嘴脸，只可惜我已经不是上一世的自己。要钱可以，咱们单独聊。好。说吧，这钱打算怎么还？我看你身材和脸蛋还不错，那不如就拿肉赔呗。你是不是有心脏病？而且最近拿的药回去吃了之后，不仅没有好转，还更加刺痛，晚上还经常吐血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自己就是前世过来的，知道的事情可不止这点。把你的药给我。你仔细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他妈是石灰呀！妈的，这狗医院他妈是想害死老子是不是？换你要的是医院的护工高勇，当初你借给赵东2000万，也是高勇在中间牵线的吧？高勇的妹妹高静，早就跟我老公有一腿。如果你心脏病发死了，就不用还这2000万。高勇是吧？行，回头让老子逮着他，我让他知道惹老子的下场。韩小姐，今天这事我算会记下了。我告诉你这些不是为了赖账，毕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只是这2000万不是个小数目，我一个人不可能还清的。但只要你配合我，我保证能够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这2000万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听听我的计策？大妹子，你说。两个老东西，老实点！虎爷，你看，真正的债主来了，你是不是可以放了我们？放个屁！赵东的公司已经破产了，韩月只不过继承了空壳公司，他拿什么还这2000万？所以这钱我要你们一家老少一块儿还，不然就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。没了，虎爷，我们家真的没有钱。妈，我记得赵东生前给你买了50万的首饰，就放在你房间里的骨灰盒里面。你个老东西，你刚不是说没钱了吗？去看看去。算了，老婆子，算了，咱都是一家人，出点力，咱应该的。不错，爸就是大气，爸说的没错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就应该相互帮助。对了，爸，你祖传的那个帝王绿扳指，还有那个郑板桥的字画，是不是就放在你房间的暗格里面啊？哎呀，爸这是觉得出力不够，那你可以把你有200万存款的存折
也拿出来给虎哥呀！还欠着的这个男人，你怎么知道我给你爸还藏这些东西？你是不是早都想通了？妈，这些可都是赵东生前告诉我的呀。他说家里要是遇到了困难，就把这些拿出来应急。妈，咱家都这种情况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藏着掖着呢？咱们是一家人，这力气就应该往同一个方向使啊！嘿嘿嘿，不错不错，但这些还不够啊！我们家这回真的是没有了。妈，要不就把咱家的房子给抵押了吧？这房子价值足足500万呢。我记得那个房产证就放在那个柜子里。房子不能抵押呀，抵押了房子，我们离家住哪儿啊？关我事啊！行，这房子归我了，我给你们3天的时间从我这屋子里面给我搬出去，要不然我大多你们说给我滚！虎爷，我求你了，我算求你了，好不好？你把房产证还给我吧，这是我们家的命根子呀，我们就这一个房子了，求求你还给我吧。虎爷啊，我们都一把年纪了，如果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那我和我老伴儿还有我孙子，以后该怎么办呢？叔叔，我求求你，可怜可怜我们吧！如果没了房子，我们家都要流离失所啊！叔叔，爸妈，儿子，你们不是还有我吗？有我这么孝顺的儿媳，我以后一定会替赵东好好照顾你们的啊！孝顺个屁！这分明就是要把我们3人的恨！就是了，我儿子的债本来是应该你还的，你还拖留2个。你要是真孝顺，你就老老实实打工还债去！怎么会有你这种不孝的妈？你记住你现在怎么对爷爷奶奶，等你老了以后，我就这样对你。哼，我去打工还债，就像是上一世那样没日没夜的去赚钱还2000万的债，再养你们这些白眼狼。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也不多跑几个小时，多赚几百块钱，我们家可不要钱人。妈，我今天淋雨了，我发烧了。发烧就应该多跑几趟，出出汗，发烧就好了。我喜欢的游戏机要3000块，这几百块怎么能够吗？你赶紧回去给我跑单，没跑过500块钱不准下单。还装晕倒，一看就是不想给钱。别管他，我们吃我们的。听到我们说的话没有？你想让我孝顺你这个妈，你最好一个人把债务都扛了，要不然我就不认你了。你要是真孝顺我，就该你主动打工还债，你才是赵家的血脉，赵家的种。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敢打我宝贝孙子！看我干什么？这你们家事儿我没兴趣，我在乎的只是钱。哎，你们还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没有？赶紧拿出来，要不然别逼我抽你们啊！哎呀，虎爷呀，我们没有东西可藏了，值钱的全都被你拿走了呀！这些东西才一半，那还差1000万呢。剩下的让我妈还，让她还，实在不行把她绑了，把她腰子割了都行。实
实在不行，把他绑了，把他腰死，把他腰死，把他腰死！我儿子不是说了吗？说我不孝，那是不是我这个儿子就很孝顺了？是这么个意思啊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分摊一下债务吧。我爸和我妈年纪大了，每人分摊200万，总计是400。我自己呢，分摊500万，剩下的100万就由我这个孝顺的儿子偿还。而且他明天就满18岁了，正年轻。好，哎，这主意好。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呀？你上坑老下坑小，你也太自私了吧？怎么？你不是说自己孝顺吗？正所谓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。我没让你一个人还钱就不错了，而且我只让你还100万，我还的可是500万。要说我自私，那你就是猪狗不如了。还浪着干什么？上啊！别！求求你，放我老东西，给我滚一边去！待会儿把他带到咱们工厂去搬砖去。什么时候还清这100万了，什么时候放他走啊？夫人，求求你，我孙子哪受过这种罪啊？有什么就冲着我们老两口来。你们两个老东西有什么资格替自个儿孙子求情啊？你们俩还欠我400万呢！让他妈还，他妈有几分姿色，这身材也不错，让他妈还。虎哥，你刚才不是说有一个兄弟出了车祸，需要移植眼角膜和肾吗？为什么不用我爸妈的呢？400万，应该可以买一对眼角膜和一个肾。我们年龄大了，这眼睛都花了，眼角膜不好使，我们身体上所有部件都用不成。哎呦，妈，你们在跳广场舞抢鸡蛋的时候，这短跑和长跑的冠军都不是你们的对手，怎么能说自己身体不行了呢？行了，就这么着了。你们两个老东西反正也活不了多久，就当为社会做点贡献，献点爱心吧。哎，我那还有些路子，你们俩一对眼角膜我给你们算100万，一颗肾我也给你们算100万，这不立刻清了你们200万的债务，双赢啊！可是这可是什么呀？就这么定了。过2天我带专业的医生过来，要是你们两个老东西敢跑的话，那我就拿你们孙子身上的零件。哎，不，孙子，赵东，现在我看看出不出。不愧是天成最豪华的大平层，不但采光好，就连这视野也不错啊。赵东要是知道他爹妈负债，儿子打工，彩票又被我们偷走兑换，你说他会不会被活活气死？气死他也是活该，谁让他欺我骗我富？就连赵耀祖也是他和高进的主意。赵耀祖不是你的孩子，是赵东和高进的孩子。那你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在出生时就夭折，他就把高进生下的赵耀祖塞给我，让我劳心劳力的替高进养了18年孩子。真是畜生！没事，他们造的孽，我会让他们10倍100倍的。这都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早知道就不让赵东假死了。不假死怎么行啊？高静怀了2胎，公司也快破产，隐秘采购的兑换，这星期也快截止，被韩宇知道了，会闹得赵东身败名裂，而且有彩票的5000万，5000万呀！韩宇那个贱人，他怎么有资格？要不然咱们给赵东打个电话吧。孙虎他是出了名的恶霸，耀祖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怎么跟赵东和高静交代呀？对，商量一下，若假死不能脱身，那就想法子。
弄死那个贱人！畜生，这一家子都是一群畜生！妈，你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是想害死我？儿子，你快回来吧，我跟你爹实在撑不住了。耀祖被孙虎给带走了。什么？都是韩月那个欠刀的婆娘，她让孙虎抢走了我们的关门钱，还让我们给他分了1000万的债务。和你爹还不上钱，被他打得鼻青脸肿。耀祖也被他们带走，打工还债去了。而且我们明天再还不上1000万，他就来取我的眼角膜和你爹的肾。儿子，我跟你爹实在是撑不住了。好，我这就回来拿彩票去对价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和耀祖出事儿。赵东，你要现身了吗？很好，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继续装。虎哥，赵家人有钱了，半小时后你去收账吧。儿子，高进，你们总算是回来了。爸妈，你们就别担心了，快坐。看我们给你们带了什么回来？这个是999金的金手镯，价值30万。这个可是玉石观音，价值80万呢。这下都是给您和爸的。哎呀，什么礼物不礼物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儿子啊，你什么时候能光明正大的回来？你不在，我和你爸确实不好过。妈，你放心，只要韩月把我的债务还了，到时候我就安排一个车子把他撞死。我们还有3000万的保险金，那会儿我就回来了。你们想想，我们手里有1亿3000万的钱，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。儿子，这么说，我们家要起飞了，我们家要起飞了呀！儿子，韩月还清债务还需要一段时间，但是孙虎他们明天就来取我们的眼角膜和肾了，该怎么办呀？他们这么急干什么？要不把彩票先兑了，把我们和耀祖的那部分债先还了。行，我现在就去把彩票取出来，把耀祖保回来。好。老东西，再不开门，骨架子给你拆了！开门快点啊！糟了，孙虎怎么提前来了？哎呀，要是让孙虎发现我还没有死，我们这都完了！赶紧把他拖住！我躲起来，躲起来！快！来了！虎爷，听说你们有钱了，钱呢？拿出来！虎爷！虎爷！滚蛋，老东西！虎爷，我们家真的是没钱了，有钱的东西都让你给拿走了。都让我拿走了，都拿走这是什么？哟，玉石观音，这个金镯子，这两个加起来得有100万吧？这镯子成色看样子是新的，你们刚买的，没钱买这些东西是吗？虎爷，这没钱他妈你给我买这些东西，不是没钱吗？去！把这两个老东西的棺材本给我送出来！别！那有你事吗？送！
少彤，你他妈没死！哎呀，有意思，老子是明白了。来，狗东西，你给我下来！下来！狗东西，老子算是想明白了，你这就是假死躲债，让你老婆自个儿还这2000万的债务。王八蛋，你真不是个东西啊！男人的脸都他妈让你丢尽了！给我滚出来！滚出来！走！我哥，我走！东西，狗东西！虎哥，误会，误会，老子这他妈也是误会！妈的，欠老钱，给我打！妈的，这他妈也是故意的！妈的，给我死吧！你也是他儿子！哎，你老东西，死不叫夫妻过，2年前钱不还钱，你他妈脱不了干系！闭嘴！不让你说了！王八蛋！姐姐，你别打了，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好好说，你他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联合你哥换了老子的药，欠老子2000万，他哪他妈要老子的命？今天咱们就老账新账，他妈的一块算！妈的，给我打！让你别打我，别打我！你就打我钱还！老公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老婆，我当时心跳确实已经停止了，但是我不是死了，我是休克了。那医生搞错了。高兴他大哥发现我还有气息，把我从那个焚烧炉里面拉了出来，我这才捡回一条命。真的，我今天刚从医院回来，我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的，我没想到你就回来了。见过无耻的，没见过像赵东你这么无耻的。哎，撒谎都不见脸红的。哎，哪怕是个傻子都能看得出来，你这是在假死躲债，背着自个儿的老婆还勾搭一小三儿。你别听他讲，没有这回事，没有。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知廉耻的小三，你居然敢勾引我老公！老婆，谁让你说话的？韩月，够了啊！你能不能大度一点？你这样怎么配做赵东的老婆？你再这样暴躁狂怒，你很快就会失去我了。你假死躲债找小三儿，还有什么脸来指责我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是医生搞错了，我没有假死，我不然怎么可能会回来呢？还有啊，高兴他不是小三儿，在婚姻和爱情里面，只有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儿。对，你才是那个不被东哥爱的女人。韩月，马上给高兴道歉，不然我们俩现在就离婚。离婚就离婚，现在立刻马上就离婚。韩月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一旦离婚，就永远没有再复婚的机会，你就永远失去我这个人。从你假死躲债让我背债的那刻起，你这个畜生早就在我心里死了。还有你的父母，就是2个没有良心的吸血鬼。像你这种全家都是人渣的家庭，我早就想离婚了。你还来问我有没有考虑清楚，看你是脑子进水了吧？儿子，这个女人不识好歹，不再留她了，休掉她，休掉，让她后悔一辈子。东哥，我跟你结婚，我好好伺候你，伺候爸妈。韩月，看到了吧？这么多人都希望我休掉你，可见你这个老婆当的有多么的不及格。这样吧，跪下求我，说不定我还可以考虑留在我们赵家。离婚。好，贱人，我成全你。贱人不识好歹，老子彩票中了1个亿，等离婚之后，
看老子怎么打你的脸！看看吧。看来你早就准备好了。你净身出户，资产和儿子归我，当然，负债也归我。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没问题的话，签字吧。太好了，我总算跟你离婚了，韩月，你很快就会知道跟我离婚意味着什么。我只后悔没有早认清你这个人渣。胡哥，你都看到了吧？我和赵东现在已经离婚了，他所有的债务通通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他所有的债务通通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明白，小子，你的家事已经处理完了，那是不是该还老子钱了呀？不就是2000万，我又不是没有。儿子，哪还有2000万了？咱们家的东西都已经顶了1000万了，现在只剩下1000万了。没错，那还差1000万的债呀，赶紧还钱，要不然就拿你们的眼角膜和肾来还。1000万算个屁！我待会儿就把钱给你，你记住了，钱收了，把我儿子还我。是，你现在也不看看你现在什么鸟样，有什么好嚣张的呀？有本事，你到底是把钱拿出来呀！东哥又不是没钱，之前之所以不想拿出来，是想跟韩月离婚以后再拿出来。韩月，你很快就会知道，这辈子最应该后悔的，就是和东哥离婚了。字儿都已经签了，就算他现在后悔想找我复合，我也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你想让我后悔，你配吗？韩月，我告诉你，我中了1个亿的彩票。老妹儿啊，哥多一句嘴，如果这赵东真中了这1个亿的彩票，那就属于你们婚内财产，你这婚离的亏大发了。吹牛谁不会啊？你说你中了1个亿的彩票，你就中了？哼，我还说我捡了10个亿呢。韩月，你等着。韩月，我现在就把彩票拿出来，打你的脸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1个亿彩票呢？我彩票不见了，彩票没了，这不可能啊！你自己一个人藏的彩票，也没有别人知道。对呀，你再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。对呀，你好好想想，是不是放在别的地方了？是啊，不会！我彩票我藏在电视机后面的，我没有藏过其他地方。去你的！你他妈耍老子呢是吧？还1个亿的彩票，你把老子当红耍呢？吴刚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中了1个亿的彩票，不然的话，我就不可能假死来躲韩月了。你终于承认你是假死，你还真是狠毒啊！不仅让我背2000万的债，还想独吞1亿彩票。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啊！你婚都离了，怎么了？你现在想反悔想告我，我大不了就说彩票是高进给我买的。操！真他妈是个人渣！不对，你们全家都是彻头彻尾的人渣！赶紧给我还钱！虎哥，赵东这个王八犊子，看来也拿不出什么钱了，不如也把他弄进我们工地，让他打工还债。打工怎么能还够1000万呢？倒不如嘎腰子摘眼角膜来的快一些。别！虎哥，我有钱，我真的有钱。韩月，肯定是你拿到我的彩票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你怎么这么爽快的就答应跟我离婚？把我1个亿的彩票还给我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
我还没有追究你出轨假死让我背债的责任，你倒冤枉起我来了。我连你有没有中奖都不知道，我怎么去偷你的彩票？再说了，连你爸妈都不知道彩票藏在哪里，我又怎么可能知道？你没有钱就直说，何必假装中奖，还泼我脏水，再让我赔偿你1个亿？你的心怎么这么冷？老子还说自个儿中了10个亿呢，那是老子彩票丢了，是不是你赵东拿走了？啊！幸好老天有眼，让我重生，你赵东也有今天。还钱！赵东他真的有彩票，他没有骗你。怎么了？你是要帮赵东还钱吗？不然的话，就不能让我扯淡。不要，我们家出了点乱子，你再给我们2天时间，2天时间，我们一定把钱还给你。行，我在最后给你们2天的时间，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，这2天我要是拿不到钱，就别跟我心狠手辣啊！还有，你们2个老东西别指望给我跑，你孙子还在我手里呢。要是你们2个老东西敢跑的话，那我就把你孙子卸成零件卖。撤！撤！赵东，别怕，虽然你假死躲债没有成功，但是也无所谓。这一次，大不了你真死一次就行。贱人，肯定是你把彩票拿了，对不对？你快还给我，还给我，我们就复婚，我可以让你做富太太，好不好？我不是回收站，不收你这种垃圾。拜。东哥，怎么办呀？现在彩票没有了，爸妈的棺材本没有了，债务还有1000万，那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老祖怎么办呀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我1个亿的彩票，怎么就不翼而飞了？你们，肯定是你们！除了我和东哥，只有你们2个知道他中奖了，肯定是你们把彩票偷走了！哎呀，姐姐，你别冤枉我们了，我们你们老死了，彩票都是在你为什么你都想回了？为什么？儿子，你把脑流血了，赶紧送你妈去医院！病人这是脑溢血，必须尽快安排手术，不然就会变成植物人，甚至会危及生命。好，赶快给我老公安排手术，一定要救我老公。这个手术费100万。什么？100万？100万！我的天哪！我们家的棺材本都被那个孙虎给拿走了，你让我到哪去找100万？儿子，你还有没有钱？妈，我要是还有钱，可就不会假死偷生了。本来有20多万，都拿来给你和爸买黄金手镯和玉石婚姻。哎，黄金手镯和玉石婚姻也被来窃盗的那个孙虎拿走了，该怎么办呢？金莲，我记得你名下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？啊，要不……东哥，那是咱们最后住的地方了呀，我不同意卖掉。高进，之前对你那么好，让你把房子卖了救我爸，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是不是你追的我爸？不然他怎么会摔倒，怎么会得脑溢血？没错，高进，你必须把房子卖了救我老公，不然我送你进监狱！东哥，我这也是为你好呀，我怀上了你的孩子，药祖也还在孙虎那里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夺去了。你爸这一把老骨头了，即使我把房卖了，还不一定能完全治好呀，搞不好会更加拖累我们呢。高进，
你他妈说的是我吗？这是我爸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救他。你的那套房子必须得卖，必须得卖！客户已经同意交易了，只要你们在这转让协议上签个字，今天就能拿到钱。哎，不是，吴经理，我当时买这房子可花了500万呢，而且我自己都装修过，这怎么才给300万呀？高小姐，现在市场行情很不好，银行评估也就400万，你们也着急出手，300万可以啦。哎，如果你们想要多卖点，那也行，那就再等等，没准等上3、5个月，估计啊有机会卖个400万。儿子呀，你钱凑够了没有啊？你爸快不行了。这房子我没卖。东哥，300万就300万，就人要钱。这就对嘛，特殊情况是不是？合作愉快啊！胡哥，赵东有钱了。这卡里面有300万，赶紧给赵大官账户里面打100万，安排手术啊！虎哥，王八蛋，我看你是铁了心了要跟老子赖账是吗？让他出去闹，这里是医院。虎哥，虎哥，幸好我爸救命钱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你爹的时候跟我有屁关系啊？你他妈还吃吗？你怎么这么狠？你还有没良知啊？我没良知，老子再混蛋也不会像你这个人渣一样婚内出轨，还假死躲债，甚至全家老小合起伙来欺负自己个儿的结发妻子。要真说狼心狗肺，我跟你比起来可差远了。我再给你最后1天时间，如果你还还不上钱的话，就拿你的眼角膜和视来战。走。看吧，你看看，我就说让你别管，你妈你听不听？现在钱没了，房子也没了，你让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过呀？你老实干嘛？你说我呀！赵东，你不是来交钱的吗？你爸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，不能再拖了。钱就知道有钱，帮我把手术做了。大不了我把钱给你们医院还回来。赵东，你们家怎么可能没钱呢？你老婆韩月不是挺有钱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老婆昨天来我们医院体检，带的是100万发票劳力士，画的是最新款 LV， 拍的也是限量版保时捷。我还听我做房地产销售的表姐说，韩小姐前天刚在他们那里买了望江1号，价值2000万。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。韩月，你个贱人！你哪来的钱？我以前被你这种人渣迷惑，所以才会把每个月的工资和我爸妈的资助全部拿来养你，公司养全家。现在我不用被你们这些人渣吸血，自然有大把的闲钱可以用了。肯定是你偷的东哥彩票，我劝你赶紧拿出来，不然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无凭无据就不要血口喷人，否则我告你诽谤，到时候你们就等着吃牢饭。韩月，我爸脑溢血，需要100万手术费，你赶紧给我。赵东，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失忆了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爸的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韩月，离婚了可以再复婚嘛？只要你替我还债，帮我把我爸的手术费给了，再承诺对高兴好一点，生活费那些费用都交给我保管，我就考虑我们复婚。
还可以要一个孩子。赵东，我看你不仅失忆了，还耳朵聋。我上次已经说过，我不是回收站，不收垃圾。像你这样的狗东西，最好和高静锁死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什么配狗，天长地久。你骂谁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个失败者。是你老公说的，连你儿子都说的。张静，不要再说了。准备嘴！我凭什么不能说？我就要追个贱人妻，我让他知道什么叫痛不欲生。告诉你吧，你当初生的是女儿，夭折了，所以赵东才把我孩子塞给你养。不过说到这儿呢，我也真的是要谢谢你，花了这么多钱，这么多精力，养了我儿子18年，让我儿子呢可以吃香的喝辣的长大，让我省心省力呀。韩月，那个孩子，他当时是个赔钱货，而且已经夭折了。我这么做是为你好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让孙虎把他抓走，打工还债。啊，不对，我还跟孙虎预支了100万工资，也就是说，赵耀祖要打工赚够200万，他才能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早就知道耀祖不是你的亲儿子，你故意害他！韩月，耀子虽然不是你亲生的，但是也是你一手养大的，你这么做有点太歹毒了吧？把小三的儿子塞给我养了18年，咱俩到底谁得？还有，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，关我什么事？你要是这么爱你的儿子，就拿钱把他赎回来啊！你这么爱你的儿子，你就拿钱把他赎回来呀！贱人，你赶紧把耀祖给我弄回来！他要是有3长2短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他又不是我儿子，我赎他回来干什么？难道让那个白眼狼联合你们继续欺骗我？还有啊，我养了他18年，在他身上花了好几百万，现在预支他100万的工资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你就是个烂人，贱人！这么害我儿子，你会不得好死的！你不是想让我拿钱给你爸治病吗？现在机会来了，给高进2巴掌，我可以考虑给你100万。我可以考虑给你100万。我呸！韩月就是个不被人爱的小三儿，一个生不出儿子的老母鸡，一个没人要的黄脸婆。当初要不是看你有点钱，和能替我养儿子的份上，东哥早就要跟你离婚，把你赶出赵家了。哼，想让东哥打我，你也配？200万！你可考虑清楚了，你欠了一身的债，连你爸爸的棺材本都被收走，高进买房子的300万也被孙虎给拿走。你要是拿不出钱，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爸死，看着你的儿子一辈子打工还债。你孩子这挑拨离间，我死了你的罪！你居然让这个贱人打我！东哥，你居然让这个贱人打我！为了我爸，为了儿子，你说你去怎么样？韩月，高兴我打了，可以把钱给我了吧？韩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说只要我给高进2巴掌，你就可以救我爸、救我儿子吗？我刚才只是说我考虑一下，但是经过我考虑，你那2巴掌不够响，而且打得太慢了，就只值200块。不过你要是愿意打断高进的2条腿，我可以给你。韩月，你敢说我，我弄死你！韩月，你活得好
有什么好嘚瑟？赵东不过是我丢掉的一只破鞋，也只有你才稀罕这种负债累累的废物。还有，你们抓紧时间筹钱，要不然赵大光、赵耀总要完蛋，连你们的腰子和严小国也都保不住。加油！你这个怠惰的婆娘，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韩月，是你害的我儿子，也是你害的赵家。不是你，我们现在已经一家团聚，享受荣华富贵了。要让你为此付出代价，我让你是真本名人。黄麻子，你不是一直想找个高端的女人替你生孩子吗？机会来了，今晚来我家。怎么，吃亏还没有吃够？不是的，韩月姐，我知道错了。你说的对，是我不知廉耻，我不该勾引东哥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要给你道歉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当面道歉的机会啊？今晚我在我的出租房里亲自做2个菜，给你诚恳的当面道歉。完事之后，我就离开东哥，离开天成。这才对嘛！做小三儿就要有做小三的觉悟。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上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，希望你好好珍惜。韩月，今晚我就让你知道得罪我高静的下场。韩月姐，你可算来了，快请进。快里面坐，里面坐，别客气。韩月姐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咱们都是苦命的人，你也看到了，赵东把我的房子卖了。我现在只能挤在这个又破又旧的出租屋里面过日子。他甚至把以前送给我的戒指、手镯都拿去换钱救他爹了。你说的对，他赵东真的不是一个好东西，所以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。你这就算惨了，那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们假死脱身成功，我会死无葬身之地吗？如果你们假死脱身成功，我会死无葬身之地吗？正所谓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这就是你不知廉耻当小三的下场。不管怎么样，韩月姐，我还是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。我喜欢红酒里面加一点冰块，你有吗？有，你稍等，我这就去拿。来，我干了。我还以为你韩月多厉害呢，结果看来还是一个被我玩弄在股掌之中的蠢货而已。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给你的酒杯里呢加了那么一丁点东西。对了，我还把你卖给了一个又老又丑的老光棍儿，只要他玩满意了，
他答应借给你300万，有了这300万，药组就能赎出来了，赵大光也能开刀了。至于你，应该会落得一个身败名裂、人人喊打的下场。所以，你今天跟我道歉，其实都是假的。是你害的我儿子，是你害的东哥全家，也是你破坏我和东哥的感情，让他打我2巴掌。你是为什么比我们过得都好啊？我不服！所以，我不仅要让你身败名裂，我还要让你生不如死！受不了！谁让你得罪我高静，这就是你得罪我应得的下场。对了，一会儿那个老光棍玩你的时候，我还会把整个过程都录下来。我要把你韩远死死地攥在我的手心里，我要让你把你的豪宅、豪车都献给我。如果你敢反抗的话，我就把这个视频发给你姐、你爸妈，让他们活活气死。是吗？你未免也高兴得太早了。今天身败名裂的，恐怕不是。什么意思？明明是你喝了下药的酒，你什么时候调换的杯子？难道你忘了刚才我让你拿电话的时候？不对，你怎么会知道我会给你下药？有没有可能，你在医院拿药的那位医生，恰巧是我的私人医生？韩月，是你害的我儿子，也是你害的赵家，不是你。我们现在已经一家团聚，像是龙马不对了。我让你每次付出代价，我也是身败名裂。王麻子，你不是一直想找个高端的女人替你生孩子吗？机会来了，今晚来我家。行了，时间也不早，你喊的那位又老又丑的老光棍恐怕也快到了，还是你自己慢慢享受。哎呀，我不服！我不服！韩月，怎么想通了？要跟我复合？行啊，先拿1000万给我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高静的出租屋门没关，你还是过来的。老弟，这个女人啊，太烂了，怀着孩子，还能到我这当老头不行。在我家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去看不就知道了。这个女人太厉害了，一个不行，还要俩，还要一个年轻的。哪个娶了这样的女人，那豹子啊，发绿了就。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！高静，居然敢绿我！东哥，不是你看到那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听你解释什么？说，
照妖组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田景山，妖组和我肚子里的孩子都是你的！滚开！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，我觉得恶心。孩子，东哥，我们的孩子！我这样跟你说，谁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没了就没了，老子不稀罕。你说你怎么这么下贱，这么饥渴？那么丑的老头子你也要？东哥，我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你的，我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就算现在是我的种，我也不要了。像你这么肮脏的人生下来的孩子，我不稀罕。医生，我的孩子怎么样了？抱歉，我们尽力了，没能保住你的孩子。我的孩子没了，是这个钱，我管韩月，是韩月害得整个赵家支离破碎，是韩月害了我的孩子。韩月，我要你死！我要你给我的孩子偿命！找我什么事儿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韩月，我跟高进彻底撇清关系了，你可以重新拥抱我，我可以跟你复婚，但是你必须满足我3个条件。第一，把我债务平了；第二，我要1000万，把我爸和耀子救回来；第三，你这个大平层啊，还有你的存款，抱着。跟你复婚，还要答应你3个条件。对呀，韩月，我不是贪图你的钱，我要的是一个态度，一个安全感。你把钱转到我名下以后，我每个月可以给你5000块钱年金，啊，我们还可以要一个孩子，但必须是男儿。我见过普信男，还真没有见过你这样的普信男。你也不看看你现在是什么熊样，你配得上吗？我现在要钱有钱，要身材有身材，真要是找男人，比你赵东优秀10倍100倍的男人，我随便找，谁稀罕？韩月，你什么意思？啊？我这是在给你机会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你想清楚，过了这村没这店儿。告诉你，男人40是一枝花，你们女人40就有一个豆腐渣。个黄脸婆我不要你谁要？不是后代。儿子，你在哪里？凑够钱了没有啊？医院给你爸下不以为通知书了，今天要是再没钱，你爸可能就……门我已经开了，该说的话也说完了，可以滚了。韩月，复婚的事情晚2天再说，我爸还有100万手术费，你先把钱拿给我。滚！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真的要这么狠心见死不救吗？你爸的死活关我屁事。再说，赵东，你扪心自问，什么时候对我有过恩？韩月，我都已经跟你说对不起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们一家人联手起来欺骗我，一句对不起就想弥补，你想什么呢？韩月，你是在欲擒故纵对不对？你别这样啊，我真的会生气的。
把钱拿给我啊，不然我真生气了。滚！好，很好，给你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皓月，都是你这个贱人，害得东哥不要我，害我做不成富太太，还害我的孩子夭折。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哎呀，你不是挺嚣张挺狂的吗？老娘今天就让你偿命！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怎么是你啊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我扶出来！你别害怕，我这就去报警啊！你是蠢货吗？这车是我偷韩月的，报警干什么？把我扶到你车里。东哥，我扶不到你，你等一下，高勇就住在旁边，我叫他来帮忙。只要把这个车拿去卖了，不但我爸治病的钱有了，还能把赵耀祖救出来。哎呦，高勇，还真巧啊！老子找了你几天都找不到你，你在这儿干好事儿呢。虎哥，我欠你的钱都已经还了，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吗？什么事儿？你说什么事儿啊？虎哥，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事。不知道？那现在想明白了吗？虎哥，我真的想不到，我究竟哪里得罪你了？想不到是吗？你现在想得到吗？换了老子治心脏病的药，你他妈敢跟不敢认是吧？哎，你狗东西，你敢跑！贱人，是你害得我贱人！你说是谁害的你？谁害的你？明明是你想害别人，反而现在诬陷大妹子。你们兄妹俩没他妈一个好东西！虎哥，我求你，先让虎哥把东哥送去医院吧，东哥真的扛不住了呀！是啊，虎哥，这你都看见了，我妹夫出了车祸，急需要我把他送到医院去，否则他就会有生命危险。至于咱们两个人的事，等我把赵东送到医院，我亲自来给你个交代，你看怎么样？少给老子耍花样！送医院叫救护车就够了，用得着你亲自送啊？带走，虎哥，妹妹，妹妹。医生，东哥怎么样？病人撞击的太激烈了，不仅五脏六腑出血，脑袋也内出血了，现在急需要输血。但病人的血是极其稀有的熊猫血，血库里面根本就没有熊猫血，所以我想起来，韩月就是熊猫血，太好了，我儿子有救了，有救了！医生，就抽他的血，只要能救活我儿子，把他抽干都行。韩女士已经抽太多的血了，如果再继续下去，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管他的死活干嘛？听我的，继续抽，只要能救活我儿子就行。儿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有哪里不舒服？你说你也是的，咋这么就不小心？这下个楼梯就摔成这样子？就是，
让你买煎熬摔成了这样，就应该把他的血全部抽干了给你。喝口水。慢点啊。医生，快抽他的血救我儿子！我凭什么给你儿子输血？你儿子的死活和我有关系？因为你是熊猫血，你不救我儿子，谁救我儿子？就因为我是熊猫血，我就应该给赵东输血。你们算是什么东西？哪里来的？这血我就算是呲地上，也不会输给赵东，他不配。王女士，病人现在情况非常紧急，必须马上输血。听到了没有？我儿子现在有危险，你必须抽血救我儿子！我儿子是开你的车才出的车祸，你对他负责任！你儿子自己偷了我的车，我还没有告他呢。现在倒好，你还有理了，还我必须输血救你儿子！高静，我们把他按住，抽血救我儿子！冷静一下。王女士，就算是你让韩女士输血救赵东，那也必须得经过她本人同意才行。你这个贱人，要不救我儿子，我就杀了你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你个没良心的，你个爱贱斗的，你个丧尽天良的，是你害死了我儿子，你把他好死了！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吗？真正害死你儿子的是你们两个老东西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导致你儿子现在躺在抢救室的，就是你们认为的好儿媳高静，是她开车把赵东撞成重伤的，这一切都是你们自作自受，罪有应得。韩爷，你别跟他含血喷人，我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高静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韩爷，你不是挺嚣张挺狂的吗？老娘今天就让你偿命！你给我出来！不好了，病人必须马上输血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如果赵东死了，你高静就属于杀人，估计下半辈子就只能在监狱里。韩爷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赶紧给东哥输血吧，我求求你了！我今天来医院就是输血救人，只是血不是输给赵东的，是输给另外一个病人，而且我今天的血已经抽了最大的量，所以帮不了你，也帮不了赵东。高进，你涉嫌故意杀人，还涉嫌帮赵东的公司偷税漏税，现在叫你带回去审问。带走。王翠兰，你老公发病了，必须马上进行手术抢救。老天啊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你不是喜欢假死？这次有本事你就活过来。王翠兰，你老公赵大光到底治还是不治？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老公！我真的没有钱了，儿子已经死了，我老公在死，我今后该怎么办呀？赵大光的100万手术费，我可以给你。你良心发现，肯出钱了？只要你签字，无偿捐献赵东的所有器官给需要帮助的人。我就给你100万救人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儿子都死了，你连他的尸体也不放过吗？像你儿子这样的人渣，根本不值得我去爱，也不值得我去恨。我只是觉得他死后应该造福社会。我刚才抽血的时候，发现不少病人等着器官延续生命，如果他肯捐出来，能够帮不少人。总之，你爱捐不捐？自己看。赵大光，快不行了，到底要不要手术？啊！韩月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只要我把我儿子的器官捐献给社会，你就答应给我100万。只要你同意，这100万
就是你。好，儿子！赵东，我说过，不但要你死，还要你死无全尸。你给了100万，让医院救活了赵大光，可赵大光还是变成了植物人，每天治疗费都得花不少钱了。王翠兰手里1分钱都没有，就靠医院家属救济还有捡破烂为生。那赵耀祖呢？孙虎太狠了，他竟然把高勇给打死了。警察把孙虎给抓了，顺便把赵耀祖给找回来了，给他凑了一笔生活费。赵耀祖生来就好吃懒做，把钱花光了就去偷东西，在逃跑的时候把腿给摔断，现在只能靠乞讨为生，真是罪有应得。近日，缅北受害大夏女性身份已确认为天成赵欣欣。没想到是赵欣欣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前世是我阻止了你赵欣欣去缅北创业，这一世你去了，但是成功了吗？走吧。女儿，欣欣，欣欣。